Hello，大家好，我是达达，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然后这期视频呢，我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闲聊一下关于我跟我男朋友一起的这个生活现状，还有我们的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就今天就用这个视频来跟大家闲聊一下吧。然后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一定要记住点赞、投币、收藏，一键3连一波，非常的感谢。我家的猫发情了，别叫！大家都知道嘛，我跟我男朋友现在是异地，对不对？然后已经异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具体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工作，他跟着他的家人在云南那边，在昆明发展，然后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了。现在他们实际发展的情况呢还不错，就也还挺稳定的。然后现在我呢，大家也知道，我是在长沙。然后我是一名声乐老师，我有拍过那个公司的 vlog。然后我跟他刚认识的时候，他是在长沙开服装店，但是后来的故事你们也知道了，就倒闭了嘛。然后我的现状呢，就是我在长沙目前的这一份工作，它其实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一直做到了现在。然后我个人呢，其实也还算是比较喜欢这份工作的，包括我的生活圈子，其实主要也是集中在长沙这一块的。其实现在我跟我对象呢，就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比如说他其实一直都很想让我跟他一起去昆明。他其实经常会给我发信息说，就旁敲侧击的说，想不想来昆明呀？比如说你可以在昆明生活一段时间试一下，就类似这样子的。然后他还有说到，就是不用担心工作问题，就是我过去那边，我可以先不工作，不着急，可以先休息一阵子，然后所有生活上面我的一些开销就他来负责，就他跟我是这样说的。当然我知道他是肯定是真心这么说的，也会这么做的，因为我跟他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嘛，我很了解他。但是呢，问题就是其实他也知道我不太想去昆明定居的，因为我认识的朋友，我的生活圈都在长沙，而且我好像从来都没有换到过别的城市生活过，除了长沙，还除了我老家。所以我的私心呢，其实是想一直留在长沙，至少是如果要定居，选一个地方定居一直生活下去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长沙。当然这个问题我也有跟他说过了，我有说到这个层面上面。然后我对象他给我的意思呢，他可能就是说昆明、长沙你到哪里都 OK， 但是如果你还想在长沙一直生活下去的话，可能得再等我一段时间。他其实在哪生活他都无所谓，他只要我在就好了。但是因为他们家里这个工作的原因呢，暂时没有办法短期内抽身出来。当然往长期的发展，他的计划是等他在昆明的工作定下来之后，他可以主要生活在长沙，偶尔跑回去昆明，就有一点来长沙进行一个所谓的远程办公的意思。但是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他那边的工作得完全的稳定下来。我个人的一些未来的打算，虽然我是想留在长沙呢，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就是生活比较按部就班的一个人，我不喜欢有太多的变动。但是换一句话来说，另一个我又经常对自己说，就是人生可能只有一次嘛，就是我觉得不能把自己框死在一个地方，各个地方都要尝试一下。如果我这一辈子就只是在这一个地方生活工作过，会不会等我以后老了之后，我再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可惜。所以这是我最近比较纠结的2个点。再加上我家那位呢，他也很明确的跟我说了，如果我选择去他那边去昆明跟他生活一阵子的话，就是衣食住行我都不用去操心，可以慢慢的想。但是再一个呢，我的确在长沙生活的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安稳。所以只是我暂时生活在这边的话，我可能就是一个人生活了，就他可能暂时就没有办法过来陪我了，所以还是有点纠结。因为时常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一点孤独，有一点寂寞，就会有一点想他。我不知道我这算不算是所谓的人生当中一定会面临的一些重大的选择之一。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大家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或者你们觉得我该怎样去选择去做决定呢？而且我也还小，我97年的，我也不大，对不对？我觉得
我应该往不同的方向多去尝试一下，就是这个声音告诉我的。但是同时我现在过得又非常的平稳，就我应不应该去冒险？因为我在一个需要冒险的年纪，对不对？我这个年纪不冒险，我难道等30-40岁的时候去冒险吗？话又说回来，关于人生的冒险的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我也算有做一些别的尝试吧。就比如说在 B 站上面投稿一些关于我人生经历的视频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冒险，也非常的有趣。我还记得我刚开始想要去在 B 站上面做视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生活好像突然一下被框死了。就是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上班下班回家睡觉，上班下班回家睡觉，就没有什么意思。这个做视频就是因为那段时间觉得生活太单调了，没什么意思，才想起来要去尝试一下的。到现在我再去看的话，结果是好的，就是我通过做视频发现了自己的别的可能性，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大家不一样的人生经历。我觉得是我做视频所冒的这些险，回过头来去看的话，好像都还挺值得的。做视频它也变成了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现在我每一周除了正儿八经上班下班之外，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热爱的事情。我不是说就是做声乐老师这件事情我不热爱了，做视频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更加的自我一点。别吵！然后一说到生活当中的冒险的话，我对象他其实是一个还挺能冒险的一个人的。他其实做过很多份工作，就对比我来说的话，他的阅历经历真的是很丰富了。他以前开过小卖部，还开过那种烟酒店卖烟酒的，后面大家也知道了，开过服装店，对不对？然后开完服装店之后呢，他之前还在长沙开过那个小龙虾店，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文鹤友，对不对？就文鹤友它是吃夜宵的地方嘛。但是我男朋友他之前开的是个很小的店啊，很小的店，但也是卖夜宵的，卖小龙虾的口味虾的。能想象一个北方的人来长沙做小龙虾的感觉吗？但是他做的真的很好吃，也很符合长沙人的口味。但虽然后面也因为各种原因啊没有再开下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他做的这些东西都好精彩啊。然后一直到现在有跟着家里面的人去昆明去做生意去了。再来看看我，好像就非常的平淡，在郴州出生，初中来到了长沙，一直到高中大学全都是在长沙本地读完的。读完了之后工作也是直接进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工作，到了现在没有什么波澜。所以有时候跟他一对比，我感觉他真的比我精彩好多啊。然后就他的那份精彩，我其实是也想拥有的。其实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因为最近跟他聊天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个问题，就他一直都，因为我一直都没有给他一个准确的回复嘛，我也没有说我想继续留在长沙，我也没有说我想就是跟你去昆明生活一段时间，就是没有给他一个肯定的回复，所以他隔三差五的就会来问一下我。就他很搞笑，他不会直接问想不想来昆明跟我一起住一阵子呀，他会这样问我，他会问最近昆明的天气非常的舒服啊，最近昆明的空气非常的好闻啊，最近我又发现了一家昆明很好吃的店，就类似这一种的。他会跟我说昆明有多么多么好，有什么什么什么，他会这样说，很有意思。然后说完这些之后，他会后面再加一句要不要来跟我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啊，玩一段时间呀，就很可爱。当然他没有逼我的意思啊，我一定要澄清，他没有逼我的意思，他也没有说如果我不去昆明，我选择留在长沙了，他以后就那我们俩就可能没有未来了，并没有啊，就是两个选择都可以。只不过当下他可能更想让我跟他待在一起吧，因为当下他没有办法回到长沙，所以很纠结啊。因为如果是选择就是一直留在长沙的话，可能我们面临的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可能还会有那么1-2年、2-3年的这么一个异地的时间。虽然中间我们会不断的就是去对方的地方见面吧，但是还是挺久的，不知道。好，这期视频呢就是也没有一个主线的内容，就是随便闲聊一下了，刚好最近突然在想这个事情。那么这期视频就先这样子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